咱们都知道，昨天啊，应该是昨天是什么叫乌克兰的独立日，这就是主题，第33个独立日，大家应该很那个什么的啊，33个独立日啊，是昨天啊，今天是昨天啊，今天的日期，没事你们给我纠正吧，反正我老年痴呆，昨天应该是。那乌克兰的这个独立日，第33个国家的独立日，你们猜一下，在这个独立日里。收到的很长的这种恭祝的信，真正的恭祝信啊，很长的恭喜恭喜独立日的信啊，在乌克兰很高兴的是收了谁的信？有没有人知道？就我讲这主题，为什么叫乌克兰真正独立了？我跟大家讲讲啊，谁发的信？伊朗和白俄罗斯的。伊朗和白俄罗斯都发了很长篇的恭祝乌克兰独立日的这种贺信。这个消息太牛逼了，这个消息太牛逼了！伊朗和白俄罗斯，为啥呀？这个我乌鸦嘴巴，上次咱们还聊吧？啊，忘了上次说现在俄罗斯为什么要死的问题。咱们都知道，伊朗和白俄罗斯那妥妥的是俄国共产党的小弟呀。对呀，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跟乌克兰在打仗的？普京是不是说俄罗斯没有边界？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俄罗斯现在这么教育乌克兰是正常行为，也就是我的小弟啊，伊朗和白俄罗斯。那现在我跟乌克兰打仗，我认为乌克兰也是我小弟，小弟不听话我去揍他。结果呢，在乌克兰独立日这天这么有重要意义的时候，伊朗和白俄罗斯发长贺信恭祝乌克兰独立了。你们这个预示着什么？有没有人想过？对呀，去网上查一下呀，不是一朗吗？去网上查一下。哎，所以这个信发出来，咱们就开个玩笑。我估计前段时间弄不好，哈马斯那老大在伊朗被干掉，就是他们伊朗自己干的，或者伊朗联合土耳其干的。因为这事最受益的是谁？是哈梅内伊啊。以色列不是最受益，最受益的是土耳其啊。对，所有的钱土耳其全赚走了。全冻结，全赚走了，他儿子1分钱都不给。对，如果不是伊朗自己把这个哈马斯老大干掉的，那很多问题解释起来很难啊。这么隐秘的地方怎么住？临时换这那的。但如果伊朗自己干，这主就在伊朗，伊朗自己干的所有的难题全解释清楚了。那伊朗后面所谓的复仇表态，就是给俄罗斯俄爹看看。昔日老大给你表演个节目，对吧？关于这么着，这个普京还傻傻的，俄爹傻傻的，派绍伊古过去，希望伊朗开设第2战场啊！伊朗一定要跟以色列宣战，这样呢减轻俄罗斯战场的压力。伊朗真的跟以色列打起来，第2仗中东战场开战了，那美国得先顾以色列。结果呢，两个人正式会谈，你看那个播的新闻。他妈的正式会谈，伊朗这边有个大国旗，高高的啊。绍伊古这边连国旗都没给，只有伊朗国旗，俄罗斯国旗都没放，这叫正式会谈。谈完了呢，伊朗也没做啊，升了2次旗子，什么红旗、黑旗。然后呢，然后就是给乌克兰发贺信，恭祝乌克兰独立。乌克兰独立，对呀，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打不过以色列，可以不恭祝乌克兰独立啊？有没有想过这事儿？也就是有没有人督促白俄罗斯跟伊朗干这事？伊朗和白俄罗斯干这事是拍谁马屁的？对自己想。所以我说伊朗干完这事，我他妈都想，我说这真的跟沈腾在《西红柿首富》里面的表演似的。伊朗说老子以前都是装的，对吧？老子他妈是代表西方打入到你们俄罗斯内部的，现在我不装了，我是有钱人，我就希望跟西方搞好关系，对吧？我就是能发挥在干掉俄罗斯的过程中最大化的发挥我的力量啊！开玩笑啊，笑话，开玩笑啊！所以大家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全世界主要新闻都报道了啊，主要新闻都报道了。所以呢，那大家想一想是为啥？就咱们上回讲过了，已经没有人会去帮他了，没有人会去帮他了。大家都知道，普京的下台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定局。
俄罗斯的失败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你连宣战都不敢去宣，对吧？而且特别好的这次，乌克兰的打俄罗斯这次行为，让所有所谓的中立派都闭嘴。这次你不能停火了吧？啊，打在俄罗斯里面，普京你也不敢聊停火了吧？对吧？你那位建国同志说，我们就按现在的地界，我上台按现在地界划分停火。您现在建国同志，您现在跟普京说停火，普京能干吗？俄罗斯这么大地儿被我打进去了，你能停得了火吗？那当然，现在谁喜欢呢？中国不光总理去了啊，中国不光我们的将军元帅们去了啊，中国而且现在马上说安排我们的老大傻逼习近平也会去，牛逼吧？就是现在看出来谁是兄弟。当普京必败这个局面已经被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明眼人，就连从战争初期一直死跟着普京的白俄罗斯和伊朗都看明白的。对，然后呢，这个连那个自己的那个俄罗斯内部那个叫什么共和国大胡子那个，人家都看明白的。哎，在这么一个最专业的时刻，连金三胖现在都不搭理他的啊！你先帮我治理洪水啊！俄罗斯的好朋友，中国去了，对，中国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国内就有一个主播在车臣对，在抖音上直接在抖音上提了个问题，挺大的一个视频，他就问了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在这2年多的时间，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出现的局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俄罗斯必败的一个局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在历史上曾经被俄罗斯欺负过的很多国家，不光是发贺信啊，被欺负过的很多国家都开始寻求补偿。目前通过正式途径向俄罗斯提出领土补偿的，收回当年被俄罗斯侵略的本国的领土，芬兰呀、波兰呀、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我以前都不知道，摩尔多瓦也提出，日本都敢提出，不是置换了啊，以前北方四岛置换，现在不是置换，单纯要求俄罗斯归还被掠夺的北方四岛，侵略的。咱们都知道，二战的时候，日本可是战败国，俄罗斯是战胜国，现在都要求归还，对吧？大家底气都开始足了啊！英国的前首相说，他妈300年应该把俄罗斯边界推回到300年前，这300年俄罗斯所有侵略的国土都不是俄罗斯的，全应该归还，这都是趋势，对吧？然后包括蒙古啊、哈萨克斯坦等很多周边国家都要求俄罗斯对于曾经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灾难进行经济补偿，那破鼓烂人锤嘛，对。但是在这么难的时候，全世界出现了一个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被俄罗斯灭绝的种族最多，杀的人很多，侵略的土地最多。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我前年的视频，专门讲过俄罗斯到底在中国干过多少坏事。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这个国家大量的博主啊，粉丝超过100万的一帮大 V， 通过不断编造各种事实，带领这个国家大量的网民给俄罗斯和普京加油，然后呢，为每一次俄罗斯的虚假的宣传胜利欢欣鼓舞啊！现在充满着希望寄托，让俄罗斯通过这样的战争侵略别的国家更多的领土，掠夺别的国家人民更多的财富。对啊，这些国家这个领导人从战争开始就从来不间断的释放各种有关俄罗斯的好的信息，现在呢这些遵从党的指令的国内的大 V 释放的已经叫什么编造的俄罗斯好的假消息，对，就完全都是编的，一点依据没有。就像这一次20天了，乌克兰进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整整打了20天了。咱们都有记忆啊，互联网从战争开始，第1天、第2天就开始，中国大把的这种大 V 啊，俄罗斯很快把乌克兰军队干掉了，进去的人全杀光了，乌克兰军队大规模投降了。乌克兰主动放弃阵地，全跑掉了。乌克兰弹药、武器都被俄罗斯炸光了啊！乌克兰要进入轰炸俄罗斯的核电站了，乌克兰虐待俄罗斯的战俘了，等等
啊，就编的故事都不能说什么，他妈俄罗斯在乌克兰释放温鸭弹视频，他妈温鸭弹能在空旷的场地释放吗？那视频中播的能在空旷场地，温鸭弹是让空气迅速消失，那都是专门打地堡和封闭地区，怎么就那什么了呢？啊，乌克兰大规模投降了，刚刚换的服，原来乌克兰这么长时间战争以前被俘的俘虏全换回来了。因为这次俘虏的俄罗斯的俘虏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对，哪儿就俘虏没有这么多，一下这次被俘的人，乌克兰早想换俘了，俘虏不了这么多人。这些人根本不是说拿个听得见的真瞎进行加工，而是全部是假的，乐此不疲，20天假消息，你们应该都知道啊。这里面典型的，要我就说最典型的就是傻逼这个卢光宇，就这个傻逼，我跟你说。这说了多少谎话，当初他妈编的人一个汽车修理工编的玩意儿他都能说，然后被人揭穿以后呢，脸不红心不跳的。你说这逼编假话编得多逗，编谎言，自己说哎库尔斯克一切正常，道路中没有任何乌军的痕迹等等，没发生一样。紧接着呢，这傻逼的吉普车就被人家乌克兰的无人机给炸了以后呢，还出来嘴硬，说自己没啥事，就是车子炸了。哎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逼最后一定得死，一定得死。就是按你说的，库尔斯克这么没事，你在高速上跑，距离战场这么远，你怎么就能被人无人机给炸了呀？所以继续胡咧咧啊，就是找死啊，找死啊！卢光宇这段是我加的，专门加的啊。所以呢，国内这个博主啊，就说为什么中国会这样的情况？全世界现在都开始锤他。连白俄罗斯和伊朗都开始锤他，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妈中国去帮，难道不知道如果俄罗斯战败了，中国首先你怎么帮，你也不可能帮俄罗斯赢了。你要是敢真明目张胆的去帮，那人家整个欧美去帮你，拿什么跟人打呀？你中国都跟欧美没有任何对抗的能力，你拿什么打呀？啊，你底下小的溜的帮你根本就没有用。但是你怎么选这个时候帮啊？同样被俄罗斯割走了这么多领土。为什么中共的思想就跟全世界人所有人的行为跟思想不一样啊？原因蛮简单的，我跟这个人说是原因蛮简单的这个博主还特别逗啊，增加一条，我们说这个博主说他去找了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在中国的办事处在上海，说正咨询，说能不能申请一个，就是什么申请一个人数记录，就是说一个国家被其他国家侵略以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愿意继续给侵略者鼓劲儿加油，促使侵略者去占领其他国家，欺压其他国家人民的人数的世界纪录。如果有，他就申请，当然肯定是不可能的啊！咱们都知道这种人叫俄粉嘛，俄粉。如果他说有可能，世界吉尼斯纪录说可能，他就开始搜集中国俄粉的人数。那讲这个呢，其实就是开玩笑了，就只是开玩笑了。咱们都说为什么中国会这么想？因为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把这个国家和人民当做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一个党如果把这个国家当做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他是不会这么干的。你侵略了，你掠夺了，你这么欺负我，对吧？当年珍宝岛怎么丢的？他妈你还在今年不停的祝贺节日，今年在俄罗斯远东3次大的节日都是庆贺怎么杀中国人的，作为俄罗斯节日啊，普京还发贺电去，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国家和人民是自己的，那你一定跟他翻了脸了。只有一种可能，你从来没把这个国家和人民当做自己的，而你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俄爹。你认为俄国共产党就是你爹，你只抱一个大腿，就是俄罗斯共产党的大腿。除了俄罗斯共产党跟你是一家人，剩下所有的世界上跟你都不是一家人。而中国的人呢，只是你奴役的对象。如果最后中国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原因被带入了火坑，中国人全死光了，但只要俄爹在，你们家没散，你跟俄爹就能再跑到其他国家，继续忽悠那个国家傻逼的那些底层人民对当权者的不满情绪，然后干嘛？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你跟俄爹就又有根据地了。对呀，因为除此以外你无法去解释，所以我说就这么一个思路，也就是这个党从来不觉得这国家人民跟自己有关系，甚至都不觉得这国家有关系，只有俄爹跟自己有关系。不然现在俄罗斯这样子，
连朝鲜都不太搭理他，这么孤家寡人说中国共产党去干，没有办法去解释，对吧？没有办法去解释啊！现在呢，中国还有一大把的人，一大堆的人，天天都在给俄爹拍马屁，傍着俄爹啊！当然，这些人呢，真心怎么想的不知道，可是表面上一定都是中共的坚实走狗。在这些人传导出来的思想里，是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廉耻，没有什么祖宗的概念，没有良知的概念。那司马南就是啊，没有什么国家未不未来，没有什么人民幸不幸福，他们只会全心全意的去做中国共产党的走狗。当然，有一天他的共爹跑的时候，会不会带他，咱不知道。但是他们就会全力以赴的做中国共产党的走狗。那中国共产党愿意当俄爹的走狗的时候，他们就说俄爹一切都是好的。不管中国共产党会对中国人让中国人产生多少疾苦，就像我说的这么拧，他们都还会对中国共产党拼命的鼓噪啊，也不管这种东西会不会让中国很多老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都会干的。那这些人就跟中国共产党一样，全是中国人的公敌，好吧？今天都跟大家瞎逼逼这些。